凡入选者尽为答应，以玉牌为证。凡赐花者以落选论，即日遣返。我舒云熙，小镇做题家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不为人上人，只为卷中卷。主管，你来了，快看，这是你获奖的奖杯，公司已经决定提拔你为副总了。恭喜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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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不容易成为高级调香师，却在升职加薪、当上副总的第一天，激动猝死了。谁能想到我堂堂女总裁，竟然穿越成了一个炮灰秀女？都走上前些，让本宫和皇上好好看看。来人，殿前失仪惊扰圣驾，拖下去！恭喜宿主获得重生，绑定宫斗系统。你是谁？宫斗？我是宫斗系统，可以提供情报，帮助宿主进行宫斗。如果宿主完成任务，还会提供奖励。你是说，我一个现代高知女性，要跟一群女人抢一个男人？不愧是高管，总结到位。一只猫就能把你吓成这样，哪配侍奉皇上？来人，赐1丈红！不是，皇后娘娘饶命，臣妾不是故意的。慢着，皇上，此女毛躁不成体统，这万一以后不小心冲撞了皇上，臣妾也难辞其咎。还是皇后思虑周全。皇上从未在一个女人身上停留视线，莫非是喜欢她？不过念在该秀女是初犯，本宫就给她一次机会。刘公公赐玉牌，封答应。是。谢皇后娘娘，谢皇上。系统，答应是什么职位？答应就是类似于职场最低的 P1 职位。这简直是奇耻大辱！我舒云熙从小卷到大，从来都没当过吊车尾。宿主若不满现状，可以继续卷起来，早日晋升。不过是换一个地方打工，我一定要卷到后宫最高位。上岗第一天就给下马威，等等，这味道好熟悉啊！皇后娘娘，您这宫里可真香啊！土包子，这可是皇上独独赏赐给皇后娘娘的欢宜香，能不香吗？欢宜香，看来帝后也不如表面上那么和谐嘛。这么大量的麝香，恐怕皇后早就不能生育了。恭喜宿主获得关键信息：皇后家族虽位高权重，但皇后常年无出，这才有了这次的选秀。还真是关键信息。皇后家族位高权重，若再诞下皇子，必将成大患。所以皇上与皇后娘娘真是伉俪情深啊！兵部侍郎舒家的女儿，果然生得国色天香。同样是牛马，古代的牛马也太没人权了。你父亲本就是我苏家一手提拔，只要你日后忠心，本宫定会护着你。职场上抱紧领导大腿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。臣妾定以皇后娘娘马首是瞻。好了，起来吧。看在你如此懂事的份上，本宫便派你去伺候皇上，待日后诞下皇子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哼，所以皇后拉拢我，
是想让我以色弑君，好借腹生子。宿主不愧是最佳宫斗选手。堂姐，你怎么……陈嬷嬷，好好教教舒答应怎么伺候人。多谢娘娘赏识，臣妾定不辱使命。走吧。堂姐，我们才是一家人，怎么能让那个贱人先去侍寝？蠢货！本宫身居后宫这么多年，就没见哪个能入了皇上的眼。本宫听闻这个舒云熙生得好看，原本想除之而后快，但没想到他性子懦弱，正好为我所用。不过也是，一只猫都能把他吓个半死，不过也就是个草包。你真当本宫不知道他为何会摔倒吗？堂姐饶命，我也是怕他跟堂姐争宠。争宠？这后宫的女人千方百计不就是为了本宫这皇后之位？只要本宫坐稳这皇后之位，还需要去取悦一个男人。可是如果万一他诞下皇嗣，威胁到您的地位，万一诞下皇嗣，那他就会在生产之时意外身亡。本宫不是刚好有了太子？好了，我的好妹妹，能诞下皇子的只会是我苏家的女儿。只要你安分守己，她不过是给你铺路的棋子。一切都听堂姐安排。苏家人派你这庶女来，想取代我的位置。你们不论谁先怀上孩子，只能是本宫。小主，皇后娘娘说，皇上喜欢自带芳香、身娇体软的女人，特命奴婢给您送来这栀子香膏。好，谢谢嬷嬷。这领导还挺会收买人心的嘛。为了借我的附生子，也算是费尽心思。一点心意，请嬷嬷喝茶。小主客气，今日未时，凤鸾春恩车就会过来接小主，还请小主早做准备。身娇体软，看来皇上喜欢玩得花的呀。小主，您说什么？去，给我找张垫子来。是，小主。小主，您这是作甚？您这样别人看见了，可如何是好？放心，这叫瑜伽，可以放松肌肉，美体塑形。只有我放得开，皇上才会对我欲罢不能。堂姐，你看他那骚样，大胆舒适，竟敢在本宫眼皮子底下使妖术！后宫的纲纪王法何在？皇后娘娘，还请皇后娘娘明鉴，妾身并没有使妖术，臣妾只是奉皇后娘娘之命。奉本宫之命，本宫何时让你在这后宫之中行如此伤风败俗之事了？臣妾听说皇上喜欢身娇体软之人，刚才那些动作可以放松身体肌肉，臣妾也是为了今夜侍寝做准备。那你就可以衣衫不整，不守宫规了。你将皇后娘娘的颜面放在何地呀？舒答应，本宫给你机会，不是让你在这后宫之中为所欲为，
来人，舒答应刚刚进宫，不守宫规，给本宫好好教教他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知错了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臣妾知错了。皇后娘娘啊！皇后娘娘，臣妾知错了。大意了，忘了这是封建的古代。皇后娘娘，今夜臣妾还有事情，您不能。你在威胁本宫？本宫是这后宫之主，本宫想捏死你，跟捏死蚂蚁一样容易。更何况，你父亲是由苏家一手提拔，你若不听本宫的，难怪让我去当这借腹生子的先锋，原来是想用原主父亲来拿捏我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不敢了。足行，用竹板打在脚心最嫩的地方，会有钻心之痛，但是不会留伤。陈嬷嬷，行刑！天杀的系统，老娘在现代当牛马，好歹不会挨打呀！宿主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好歹给我个外挂吧！宿主，打工人就是要一份耕耘一份收获。在这后宫之中，本宫就是你的天。若是本宫不给你机会，你这脸蛋再漂亮也没用。臣妾多谢皇后娘娘教诲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本宫还有几句宫规要好好教教舒答应。堂姐，是。赶紧扶舒答应起来。瞧这可怜样，本宫看了都心疼。陈嬷嬷，还不赶紧给舒答应上药，可别耽误了今晚侍寝。你也别怪本宫刚才教训你，这后宫之中没有密不透风的墙，你光天化日之下衣衫不整，若不是本宫，而是传到皇上耳朵里，可就是打入冷宫的死罪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好好上药，本宫不是答应过，本宫会好好护着你的。多谢皇后娘娘教诲。打个巴掌给个甜枣，好久没在职场遇到这样的对手了，我一定要把握好今晚的事情机会，努力上位。来人！皇上，臣妾在这儿。大胆！月色柔泽，天姿国色，你与心热，我与少佐一盆果，一团火。流连芳泽，魂动似魔，真情假意求不得，看不破。长生不若，贪欢片刻，世事小心也为过，足挺多。何必虚心识破？总有种种的解脱，解脱。舒答应穿着如此清凉，不怕冻坏身子？
反正都要被皇上脱掉的。臣妾为皇上审慎，不好吗？不穿得上，你怎么知道我身娇体软呢？后宫还从未如此胆大妄为的女人，他们都怕着。要是臣妾从小被父亲耳濡目染，连战场上的打打杀杀都不怕，怎么会怕这些？何况自选秀那日起，臣妾就对皇上情根深重。战场，你父亲是谁？兵部侍郎舒敬德。皇上，原来如此。看来那日你故意摔倒，是为了勾引朕，对不对？选秀当日，我差点被皇后处死，所以皇上以为我是皇后的人。我这领导和老板果然是面和心不和。请皇上明鉴，臣妾父亲忠心为国，虽为大将军提携，但绝对效忠皇上。臣妾此次进宫，也是为了伺候皇上，与他人无关。你倒是与选秀那日截然不同。看来皇后这是又给自己挑了一条好狗。臣妾不想当任何人的狗，就算要当，臣妾也想当皇上手里那把利剑。想要上位，必须大胆。皇上觉得臣妾这香熟悉吗？你活得不耐烦了？舒云熙，你给朕下药，你可知你犯的是灭九族的大罪？皇上，臣妾只是调了香，供闺房之乐，算不上什么大罪。倒是您把欢宜香这样好的东西赐给皇后娘娘，若是被苏家人知道，你敢威胁朕？臣妾不敢。臣妾都说了，只想当您的剑。若皇上不放心，可以把这香日日点着，臣妾永久不孕。只求您他日地位稳固，能留臣妾一命，在苏家人里留住臣妾的父亲。若你今晚有半句谎言，你和你父亲只会死得更惨。臣妾还想伺候皇上，怎么舍得死？难得遇见知己，花儿虽不等云天大，专注了等云天出，离热切向往，一年到头会想起。大举拳打快让，原地滚轮破出。不是为了皇后，而是为了朕。看似简单，能何在窗口？我三针脸部，一副表情。
没用的东西，完璧归赵，本宫要你何用？领导这是发现我没用，样子都不装了。皇后娘娘息怒，肯定是皇上念及帝后情深，不愿与娘娘生了嫌隙。什么帝后情深？你的意思是皇上不碰本宫送去的人？职场第2步，无心挑拨老板和领导的关系，这样自己才能见缝插针。皇上肯定心系皇后啊！不是臣妾胆小，不会主动误了娘娘的大事。没用的蠢货，第一次就没让皇上注意到，日后哪里还有半点机会？还不给本宫滚！臣妾知道错了，臣妾这就滚。圣旨到。传圣上口谕，答应舒氏温良恭俭，甚得朕心。即日起晋为贵人，赐居云烟宫。还不赶紧谢恩！臣妾接旨，谢皇上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这是燕国进献的夜明珠，皇上特地吩咐要拿来赏赐给您，犒劳娘娘操持选秀一事受累了。这都是本宫职责所在。陈嬷嬷，奴才谢过娘娘，先行告退了。公公慢走。虽为侍寝，却进了位分。皇上果然与皇后娘娘情深意重，虽不满臣妾，但仍厚待。那是自然。我苏家满门忠烈，我哥哥更是掌握天下兵马的大将军，本宫更是一国之后，地位不可动摇。不动摇，就不会找我借腹生子了。皇后娘娘说的极是，还请皇后娘娘再给臣妾一次机会啊！给你机会？如此蠢笨，还不快给本宫滚下去！是臣妾愚笨，臣妾这就退下。看来无论如何，皇上都会给本宫几分薄面。那之后就让映雪去侍寝，记住，让她越大胆越好。是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您都在御花园逛了1个时辰了，血常在还在养心殿等您呢。这才几日，皇后就坐不住了，又要给朕送新人。她还真是贤惠。好特别的香味。你先回去，朕自己待一会儿。诺。夜深霜浓，爱妃真是好雅兴。系统，情报不错，这是对宿主晋升位分的奖励。退下吧。皇上，臣妾
不知皇上会来此处，还请皇上宽恕臣妾不能行礼之罪。爱妃特地在此，不就是为了等朕吗？被皇上看出来了，臣妾知晓皇上今夜心情不佳，特来拯救皇上。上次还是杀意，这次直接镂空。皇上不喜欢吗？朕喜欢的很。皇上，您来了，臣妾。小主，怎么是你？皇上呢？小主，刘公公说，皇上今晚不来了。什么？是谁？你若敢将今晚的事说出去，就准备给你家人收尸吧。臣妾不敢，臣妾一定守口如瓶。朕竟不知你如此精通香料，今日这香倒是比先前的香更胜几分。我可是高级调香师，研发的香水都直接卖断货，区区催情香不过手拿把掐。皇上若是喜欢，臣妾下次特地给您调配一款，如何？你不就是朕的火香料吗？皇上，你真坏。对了，皇上，前几日臣妾父亲托人告诉臣妾，苏大将军竟然逼他买卖官职，臣妾担心父亲最后背黑锅，特地让他留了证据。可他发现这事还有皇后娘娘授权。苏家还真是狼子野心。皇上息怒，父亲说买官之人多数为农工商户，只想摆脱地位低下的命运，多数都是些胆小钱多的人，吓一吓他们便能说出实话。舒侍郎不但生了个好女儿，做事还这么细心。能为皇上效劳是我父亲的福分，聪明细心些应该的。老板和领导一样，他们既怕你没能力，又怕你太强盖过他风头，所以功劳都给父亲，我是有用的蠢货，他们才放心。这是统辖西六宫的玉佩，见此如见似妃之手，今日朕把它赐予你，更方便你帮朕。可臣妾刚当贵人没多久，妃位臣妾不敢当。怎么，怕皇后找你麻烦？不过只要皇上护着臣妾，臣妾就不怕。那你就好好拿着，朕说你当得起，你就当得起。臣妾遵旨。一会儿，朕就让人去拟旨，明日辰时，正式立你为妃。果然，一搭上老板，升职加薪就跟坐火箭似的。不愧是我们苏家的人，比舒云熙那个蠢货有用多了。前朝那些大臣不瞒本宫无所出又怎样？本宫这皇后之位照样做得安稳。那些朝臣不过是嫉妒咱们苏家在朝中的地位罢了，皇上英明，怎会被蒙骗？不过
这舒云熙为侍寝都被封了贵人，你侍寝了，册封的圣旨怎么还没下？许是昨夜折腾得太久，皇上忘了。皇上说，臣妾像您，日后若是诞下皇子，定是为太子。你是在嘲讽本宫生不出孩子？不，臣妾不敢。收起你那些小心思，本宫再不济也是六宫之主，你一个庶女而已。没了你，苏家可以再找新的姑娘。堂姐，臣妾错了，臣妾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知道就好，滚吧。臣妾这就滚。娘娘，要不然还是让舒贵人去侍寝吧，反正他就是个趁手的工具。雪常在，野心不小。的确是该让他去。只要能替本宫诞下龙子都行，就看他们谁走好运了。百驾云烟宫。这才侍寝了一次就被封妃了，再忍忍，日后生下皇子，说不定就能马上上位成功了，完成任务。小主，御膳房那些太监也太欺负人了。出了何事？奴婢刚才去找他们找吃时，他们竟然给奴婢一些狗都不吃的馊食。看来册封的旨意还没下来，那些人还在看皇后的脸色行事。无妨，等下圣旨到了，他们想巴结你都来不及。啊！皇后娘娘驾到！大胆！见到娘娘竟敢不行跪拜大礼！圣旨还未到，不急。不知今日皇后娘娘来，所谓何事？皇后娘娘，我家小主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东西了，这些东西是奴婢去御膳房求了好久才求到的。灵儿，皇后娘娘面前哪有你这个贱婢说话的份？来人，拖下去，杖责100杖。皇后娘娘，灵儿不过是护主心切，100棍岂不是要了她的命啊？本宫早就告诉你，本宫要碾死你们，就和碾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。那娘娘今日来此，给下马威，又是为何？舒云熙，这就是你如今和本宫说话的态度。小主，怎么，你不服？陈嬷嬷，看来舒贵人记恨本宫，你去告诉她，后宫是谁在做主。忍无可忍了！怎么，你翅膀硬了？臣妾就是翅膀硬了又如何？皇后娘娘今日来，怕不是因为雪常在，昨晚连皇上的面都没见到，今日又来给臣妾机会吧？你说什么？看皇后娘娘这反应，竟不知道这事。皇后娘娘不是号称坐拥后宫，无人敢反抗吗？看来还是被雪常在给骗了。皇上昨晚一整晚可都是跟臣妾在一起啊。
好你个舒云溪，本宫小看了你。如今你不过刚刚晋升成一个小小的贵人，竟敢如此嚣张！本宫现在就让你死，让你看看本宫是不是这后宫之主。皇上已封臣妾为妃，协同处理后宫之事，您无权处置臣妾。统辖西六宫的玉佩怎么在你这儿？舒云溪，定是你偷了去！果然不信，就算给臣妾10个胆子，臣妾也不敢偷啊。是昨晚皇上说臣妾伺候得当，特地赏给臣妾的。本宫看你如今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陈嬷嬷，把这个偷窃圣物冲撞本宫的贱人拖出去，重重掌嘴！奴婢遵命。舒贵人得罪了。小主，不要放开小打！给本宫狠狠的打，打到他明白这个后宫谁说了算为止。圣旨到。皇后娘娘既也在此，奴才正好一并宣读了。舒贵人，接旨吧。臣妾舒云溪恭迎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舒氏云溪性姿聪颖，身为朕心，今特晋封为妃，赐号贤，赏金1000两，锦缎100匹。即日起移居启祥宫，协同皇后处理6宫事宜，钦此。臣妾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恭喜宿主晋升贤妃，解锁神秘奖励。系统，你总算有点人样了。小主，不，贤妃娘娘，太好了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的玉佩可是偷的？好啊，你竟敢背着本宫勾引皇上，借机上位！娘娘可真是冤枉臣妾了。欺骗您的是您的表妹雪常在，臣妾只是听娘娘的话，好好服侍皇上。娘娘怎么能说臣妾借机上位呢？好一个会咬人的狗！皇后今日真是好兴致啊！臣妾参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今日是大好日子，皇后也在，正好，都起来吧。皇上既然要封妃，为何不和臣妾商量？这也是为了给皇后一个惊喜。给臣妾惊喜？皇后慧眼识珠，为朕觅得如此佳人，皇后看好的人，朕必然要她协助皇后管理后宫，为皇后分担。臣妾叩谢皇后。贤妃是皇后的左膀右臂，有你们2人，朕的后宫便后顾无忧。皇上，臣妾一定会辅佐贤妃妹妹管理好后宫。臣妾定会尽心竭力辅佐皇后娘娘，不会辜负皇上厚望。如此甚好。时辰不早了，贤妃不如随朕去启祥宫看看，宫中事务繁杂，早日安顿下来，也好早日陪皇后管理后宫。皇后这些日操劳过度，莫要伤了身体，要注意休息。臣妾恭送皇上。
舒云溪，既然你能讨得皇上欢心，那就早日替本宫诞下皇子，本宫也好早点送你去死。朕不都默许你成为朕的一把刀了？既然是刀，岂能任人折辱，却不反抗？皇上，皇后娘娘毕竟是您的发妻，又是六宫之主，臣妾的威风再大，也越不过她。当着众人的面，若是臣妾与皇后娘娘针锋相对，传到前朝，岂不是让苏家人有污蔑皇上专宠的机会？枪打出头鸟，在老板面前，可不能显得比上司还横。你这个小机灵鬼，都是爹爹教的，臣妾的命是皇上给的，自然要事事以皇上为先，替皇上考虑。你这张嘴倒是越来越会说。臣妾的嘴不仅会说话，还很甜。皇上，要不要试试？萧雨天，你的宠爱便是这后宫最好的通行令牌。站住！奴才叩见贤妃娘娘。这食盒里装的是什么？要送去何处？回娘娘，是给雪城在备的上等雪宴和莲子羹。又是苏玉雪，以前位分低，皇后的人可以随意克扣我的分量，欺辱我的人。如今我已是贤妃，这个场子我必须找回来。灵儿的脸可还疼？回娘娘，奴婢不疼了。不必去启祥宫了，改道去御膳房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这第1把火就从这吃食说起。李嬷嬷何在？回贤妃娘娘，李嬷嬷她。贤妃娘娘这等高贵之人，不在宫里歇着，来找老奴做甚？放肆！见了本宫，为何不跪？老奴在宫里伺候了几10年，见多了受宠的妃子，娘娘出掌事权，还是不要随意动怒的好。毕竟风水轮流转，转的不好，被打入冷宫，熬死，那可是数不胜数。原来是个职场老油条啊，难怪这么豪横。正好就拿他开刀。你这老奴，昔日见本宫身份低微，竟以馊事敷衍；如今本宫进了位分，竟敢以下犯上，冲撞本宫。梨儿，按照宫规，这该如何处置？回娘娘，按宫规当掌嘴。掌嘴太轻了些，这等刁奴留着也是个祸害。来人！参见娘娘。将这老奴杖责20，扔去新者库，让他好好学学什么叫尊卑有序，
祸从口出。是。你敢？老奴可是皇后的人！大胆奴才！皇后娘娘向来奖赏分明，怎么会养出你这样的东西？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皇后娘娘管教无方。今日就让本宫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我不是，我没有。把他的嘴给我堵上，本宫不想听见他的声音。助纣为虐，视为包庇，即刻起来，撤换御膳房所有宫人。至于这些超出分例的吃食，一律扣下。是。你说什么？你是说舒云熙在御膳房打了你？是。堂姐，他连我的燕窝都给扣下了。对，奴婢一提及皇后娘娘，他便立刻对奴婢动手，还要换掉所有的宫人。好个贤妃，这是拿本宫立威摆谱。哼，本宫当真是小瞧了他。堂姐，你可要给他点颜色瞧瞧，不然他就要仗着皇上的宠爱爬到你头上来了。陈嬷嬷，既然贤妃要换掉御膳房的人，那你就再精选一批可用之人，给他送过去。是。皇后娘娘，贤妃打奴婢就是打您的脸呐，您可一定要为奴婢做主啊！李嬷嬷，你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，怎么会出现如此大的纰漏？这些年，你借本宫的名义搜刮了不少钱财，看在你我二人主仆一场的份上，告老还乡吧。皇后娘娘饶命，奴婢知道错了。再不走，是要让贤妃把你逼死才罢休吗？皇上，皇上，臣妾出掌事权，不熟悉宫中人事，臣妾斗胆，恳请皇上圣裁，替臣妾挑选些得力的人手，臣妾也好安心。也好，朕看看。这些人都是有些手艺的，为人也还算本分，不过没什么门路，一直被安排做些苦差事。就他们了。明日你把这些名单整理好，把我们选中的人写在最显眼的位置上。是，娘娘。皇上，皇后娘娘派了人来，说是有要事求见。宣，皇上万福金安，贤妃娘娘万安。皇后有何事？回皇上，皇后娘娘命奴婢前来给贤妃娘娘赔个不是。昨日御膳房的事是李嬷嬷糊涂，冲撞了娘娘，皇后娘娘已经重重的责罚了她，并将她赶出了宫，日后断不会有人再忤逆娘娘了。这是皇后娘娘亲自为御膳房选的名，请贤妃娘娘过目。好个皇后，反应真快，先礼后兵。若是驳了她的面子，倒显得是我的不是了。这领导果然难斗。启禀皇上，督察院张御史紧急求见。
殿外候旨。他又有何事？宣吧。微臣张道参见皇上。臣今日斗胆弹劾镇国大将军苏渊，结党营私，贪墨军饷，其罪当诛，请皇上圣裁。皇上，大镇国大将军苏渊，乃是皇后的长兄，国之柱石。张御史，你竟敢弹劾他？这是臣下搜集的证据，皆在此处，请圣上过目。皇上，朕无心此事。既然名色在你手，你看着办。臣妾遵旨。娘娘，娘娘，不好了！慌成这样像什么样子？何事惊慌？说。张御史在御书房当着皇上的面弹劾了国公爷。什么？兄长被弹劾了？兄长一心为国，什么人敢弹劾他？皇上什么态度？皇上当然不信，只是他无心后宫之事，直接让贤妃按名册选人了。什么？让舒云熙自己来？随他。本宫兄长被弹劾诱辱，皇上根本不相信。舒云熙当上贤妃诱辱，他不过是本宫生子的工具罢了。舒云熙，你且快活着，快，在祭祀大典上，本宫就让你知道，给本宫当狗才是你最聪明的选择。往年祭天大典，唯有春宫皇后方可伴驾，今年怎么？听说这个贤妃可是皇后亲手提拔的，贤妃的父亲也是苏大将军力荐的人才。这后宫岂不是也被他们苏家把控着？唉，贤妃如今荣宠一时，要是诞下皇子，必定也会落入皇后之手，成为苏家的工具。你说话注意一点。吉时已到，请皇上、皇后娘娘、贤妃娘娘上香。龟甲令，灾祸至！皇上，
此乃大凶之兆啊！啊，何解？启禀陛下，臣得知贤妃娘娘将与皇上一同祈福，特在昨夜夜观天象，将贤妃娘娘的生辰八字做了测算，发现娘娘命格过硬，与国运相冲啊！哪来的神棍，竟然诋毁我影响国运？这不是诚心让老板开除我吗？今日龟甲碎裂，正好验证了妖妃降世，此乃祸乱朝纲、危及社稷之兆。仅凭龟甲开裂就说本宫是妖妃，我看你才是妖言惑众。钦天监慎言，此乃国之大典，岂容你信口雌黄？臣以项上人头担保，所言句句属实。若贤妃娘娘还留在宫中，必引天怒，恐致我朝覆灭。这就是此事。皇上，臣年少之时便上了战场，这江山说是臣带着万千将士用命打下的，也毫不为过。难道皇上要为了一个妖妃，毁了这用鲜血打下的江山吗？请皇上以江山为重，处置妖妃，以安天地；处置妖妃，以安天地；处置妖妃，以安天地。皇上，臣妾冤枉了。本朝在皇上治理下，国泰民安。诸位大人，仅凭钦天监一人所言，就断定本宫扰乱国运，莫非是想诅咒我大言气数将尽？更何况，本宫乃皇后娘娘一手提拔，生辰八字更是由内务府再三核验。若本宫的命数有问题，岂不是说皇后娘娘识人不明，将妖星带入宫闱，企图祸乱朝纲？这个舒云熙，本想给他施压，让他看清事态，继续为我所用，没想到竟敢反咬一口，想让本宫和苏家一起分丧。听闻近日朝中有大臣弹劾苏大将军徇私舞弊，刘大人此刻发难，莫不是想借本宫之事，坐实苏家有不臣之心，借机动摇国本？皇上，贤妃妹妹年轻，言语上颇有冲撞之处，但钦天监仅凭龟甲之言便定妖妃之罪，实在太过草率。臣妾相信贤妃妹妹并非妖孽，其中定有误会。真是见识到了领导的超绝辩论。刚才就你喊的最凶，见我把苏家拉下水了，就上赶着替我说话了。贤妃为皇后亲选，他二人共同为朕打理后宫，从未有事。苏大将军更是为朕出生入死。刘成，你放肆！皇上，这都是妖妃在挑拨离间。臣从未说过皇后娘娘和苏大将军如何。这妖妃为了活命，巧言令色，故意曲解臣的意思。如此妖妃，若不杀之，我大言危矣。这老匹夫是铁了心要置我于死地。萧雨天，你会为了所谓的天意牺牲我这颗棋子吗？皇上，臣妾当真是有罪，竟然被这妖妃蒙蔽，辜负了皇上的信任。朕的江山容不下一点点危险，哪怕仅仅只是一点点不祥之兆。收拾云溪，冲撞祭天大典，弄得人心惶惶，人言汹汹。即刻起，褫夺封号，打入冷宫，永不复出。
主即将被打入冷宫，宫斗等级归零，生命值持续下降，生存危机 max。舒云熙自古帝王多薄情，这后宫终究是本宫的天下。皇上，臣妾冤枉，臣妾不服。皇上，臣妾能为您分忧，能做许多旁人做不到的事情。皇上，您真的舍得臣妾吗？萧雨天，你难道真的要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罪名放弃我？你的帝王权术呢？你的制衡之道呢？皇上，天命不可违，此刻万万不可心软，恐酿成大祸，遭万民唾弃。不要！皇上，我不是杨妃，皇上！舒云熙，你这又演的哪一出？方才还伶牙俐齿的狡辩，眼下就开始装病博同情了。现在处罚你，倒是显得朕有些冷血无情了。刘公公，传太医。传太医。装模作样，就算查出点什么，一会儿你照样要被打入冷宫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贤妃娘娘乃是喜脉。喜脉，正是。贤妃娘娘怀孕1月有余，龙胎稳固。怎会如此？怎会万岁呢？系统，宿主，我在。封妃神秘奖励，我要兑换好运符。好的，宿主。还好，我早有准备。原本打算让舒云熙冠上妖妃之名，让她从高处摔下来，本宫再给她一个当狗的机会。没想到这个时候她有了身孕，不过也好，等她诞下皇子，本宫有10000种方法弄死她。皇上，云熙妹妹怀有身孕，实乃社稷之福，臣妾恳请皇上念在龙嗣的份上，先让她来臣妾宫中安心养胎，好为皇家开枝散叶。苏映雪的肚子迟迟没有反应，不如先看好这个贱人的孩子。皇后深明大义，慎重之心。云熙，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日，若生下来，日后必定养在皇后宫中，对朕更是威胁。原谅朕没得选。皇后娘娘仁德。你腹中既有龙翼，朕本该顾全，但舒云熙冲撞祭天大典，妖女之名传遍朝野，即使诞下龙翼，亦是罪死，恐污皇家血脉，动摇国本。朕意已决，来人，将其带走。皇上，臣妾腹中是您的孩子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不要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真的是您的孩子啊！皇上，皇上。这冷宫虽处处透着萧条，饮食衣物却从未短缺，甚至比以前更精细。皇上执意将我打入冷宫，果然是怕苏曼曼抢走我腹中胎儿，拥立新君。好一个帝王心术！看来我想要离开冷宫，必须得先扳倒苏家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虽非舒云熙，见过皇后娘娘。云熙妹妹何必如此多礼？还不快请起！
本宫知晓你怀孕辛苦，特意带了些滋补之物前来看你。臣妾谢过皇后娘娘。妹妹何必如此较真？本宫也是为了你肚子里的龙翼着想。对，前几日本宫的兄长传来书信，说妹妹的父亲在军中操劳凄苦，不慎伤筋动骨。你说这军营凄苦，又无人照顾，万一有个什么好歹……这个毒妇！不过妹妹放心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平安诞下皇子，再将皇子交由我抚养，本宫定会视他如己出。届时还会在皇上面前替你美言几句，定能允你父亲性命无恙。臣妾谢皇后娘娘提点，娘娘对我叔家如此大恩，臣妾定当相报。苏云溪，你的孩子本宫要定了，至于你，就好好在这冷宫待着。妹妹好生养胎，本宫先回去了。利刃该出鞘，朕定当竭力救出你的父亲。苏曼曼想利用父亲拿捏我，怕你是没这个机会。哼！皇上怎么愁眉不展？是在担心那冷宫的舒适？大好的日子，提那罪妇做什么？朕今日设宴，是犒劳苏将军。皇上费心了。皇上与兄长许久未见，今日定要多饮几杯。近些年，边境安康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是苏老将军治军有方。此乃臣分内之事，亦是托先帝洪福。边境既已无大战事，这军中事务也可稍作调整。苏老将军掌管虎符多年，劳苦功高，也是该歇歇了。皇上，军国大事，岂能儿戏？朕并非儿戏。那皇上就是觉得臣老了，不中用了，想收回臣的兵权。兄长，皇上也是体恤你。皇后不必多言。皇上，这虎符是先帝亲授，臣追随先帝征战沙场之时，皇上恐怕还在习字。臣戎马半生，为国尽忠，如今皇上登基未稳，你要卸磨杀驴吗？苏老将军此言差矣。皇上若无他事，臣身体不适，先行告退。罪非舒云熙，兵部侍郎舒敬德携众将求见。舒云熙，他不是在冷宫吗？大胆舒敬德，未经传唤，竟敢擅自离营，开张何罪？罪非舒云熙，叩见皇上。臣舒敬德叩见皇上。末将叩见皇上。这贱人是故意服软，为的就是让本宫放松警惕。朱云熙，你不在冷宫待着，夜闯宫殿，所为何事？
回皇上，臣妾父亲遭苏家戕害，臣妾要状告镇国大将军苏渊，贪污军饷，克扣粮食，欺上瞒下，结党营私之罪。放肆！你这个罪妃，竟敢血口喷人！大胆舒云熙，你装疯卖傻在前，眼下还试图诬陷国舅，该当何罪？皇上，小女所言句句属实。苏渊在军中只手遮天，排除异己，早已不是秘密啊！末将儿郎为国捐躯，战功赫赫，却被苏渊之子苏湛冒名顶替，还诬陷我儿临阵脱逃，害得我儿死不瞑目。皇上，苏渊克扣军粮，边关将士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。末将亲眼所见，不少将士被活活冻死，还被苏渊扣以逃兵之名啊！尽管胡言！你们只是串通好了，故意构陷本将军。皇上，臣妾的兄长绝对不会做出此事，倒是这个舒云熙装疯卖傻，欺君罔上。皇上，苏家罪证在此。桩桩件件皆为实证，请皇上明察。好一个镇国大将军！你自己看看，你苏家仗着权势，买官卖官，还有没有把朕放在眼里？苏渊，朕念你有功于社稷，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是自请致仕，还是要朕帮你体面？萧雨天竟然给我摆了一道鸿门宴！皇上，臣御下不严，识人不明，臣有罪。识人不明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所有的事情是我父亲干的？正好，臣这里还有些证据。微臣这几年被大将军府的人逼迫，利用户部为苏家谋利，这每一件臣都记得清清楚楚。皇上，还请查阅。苏敬德，哥哥，臣这些年久经沙场，竟不知我们苏府打着臣的名义干下这些荒唐之事。臣愿意交出兵权，望皇上彻查此事。还是被他甩了锅，还好，兵符要回来了。皇后，你可知罪？皇上，臣妾哥哥所做之事和臣妾无关啊！哦，是吗？传，钦天监刘成。微臣参见皇上。刘大人，当初祭天大典，龟甲碎裂，你言之凿凿，说本宫乃是不祥妖女，祸乱朝纲。是微臣一时糊涂，算错了话。
糊涂！我看你是利欲熏心，收了不该收的东西。你家账房凭空多出了1万两黄金，那入账之日便是祭天大典前一日。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诬陷本宫？是有人给了微臣好处，让微臣陷害贤妃娘娘。皇上饶命，微臣再也不敢了。何人？微臣不敢说。皇后，钦天监收受贿赂，构陷嫔妃，你御下不严，你可知罪？皇上，皇上，臣妾知罪。朕念及与你夫妻一场，罚你禁足后宫3个月。舒云熙，臣妾在。你揭露奸佞，有功社稷，即日起恢复封号，迁回启祥宫。皇后禁足期间，代管凤印，管理后宫。恭喜宿主获得凤印，宫斗等级暴涨90%，神秘奖励+1。谢皇上隆恩。施爱卿，臣在。你教女有方，查证有功，擢升兵部尚书，即日上任。臣叩谢皇上天恩。2位将军，你们蒙受冤屈，朕会彻查补偿。谢皇上，末将叩谢皇上。叩谢皇上。哥哥，你这又是何苦？苏家兵权只是暂时旁落，父亲在朝经营多年，朝中门生故旧遍布，咱们苏家根基未动啊。暂时。萧雨天那个皇后小孩，今日能夺我兵权，明日就能血祭苏家。你口中的根基，不过是空中楼阁。只要我还是皇后，只要苏家还在，咱们就有办法周旋。周旋？你这个皇后都快有名无实了，你要等他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再周旋？我暗通钦天监，他都不敢动我，说明还是忌惮着那些拥护你的士兵们。所以哥哥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我看你呀，是在后宫待得太久了，不知道什么是刀光血影。哼！哥哥，哥哥说的对，既然萧玉天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这镯子衬你，这些时日，你受委屈了。臣妾为皇上乾纲独断，只有欣喜，哪有委屈？爱妃有勇有谋，朕果真没有看错人。只要我保证腹中的胎儿平安诞生，到时候母凭子贵，就能成功上位。这是朕的第1个皇子。这皇帝倒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。皇后驾到！参见皇后娘娘。臣妾参见皇上。朕不是让你禁足了吗？先前臣妾让贤妃受了委屈，特意带了些补品前来请罪。只要贤妃妹妹原谅臣妾，臣妾立刻禁足。这领导还真是能屈能伸啊！多谢皇后娘娘关心。先前因为本宫的疏忽，让贤妃受惊了，还希望妹妹一定要原谅姐姐才好。
这雪燕与阿胶是我家娘娘亲自到御膳房精心挑选的。贤妃娘娘圣眷正浓，又怀了皇嗣，得好好补补。多谢皇后娘娘关怀。谁？皇上小心！护驾，有刺客！护驾！皇上小心！皇后如何了？回皇上，皇后娘娘幸未伤到要害，只是失血过多，加之受惊，才导致昏迷。臣已施针止血，开了固本培元的方子，皇后娘娘只需静养数日，便可无碍。无碍便好，你先下去开方煎药。是。皇后娘娘对皇上可真是情深意重，奋不顾身的舍命相救。谢小主说的是，危急关头，只有皇后娘娘将皇上的安危置于首位，此等深情，感天动地。戏精！我这个领导是真拼啊，竟然冒死救驾。皇后，你怎么了？感觉怎么样？皇上，还好你没事。臣妾不怕死，只怕皇上受到伤害。好在万幸，您没事。皇后，朕明白你的心意，只恨臣妾无能，不能替皇上挡下所有伤害。苏家世代忠良，臣妾兄长不过是一时糊涂，但对皇上、对大言忠心耿耿，天地可见。朕明白。罢了，念在你救驾有功，朕便免除你的禁足。这几日你好生休养，莫要多想。等朕会见完外国使者，便拔擢你几个苏家子弟，充军中尉。好一招苦肉计！敢在行宫行刺朕的，除了苏渊，还有谁？苏曼曼，你替朕挨这一剑，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你苏家？臣妾多谢皇上。受这点伤如何？苏家的荣耀，本宫必须得保住。苏家被弹劾，皇后舍身救驾，扭转颓势，又赚得人心。这一剑看似凶险，实则步步为营。苏曼曼，你可真能斗。参见大言皇上。免礼。皇上，今年除了常规贡品，我王特意为你献上我国奇物一件，以示敬意。这是何物啊？这是何物？大胆蛮夷，竟敢以棺椁之物觐见皇上，是何居心？大人误会了，这并不是一个棺材，是一个乐器，能奏出天籁之音。乐器？这是乐器，这能奏出天籁之音，还能奏出天籁之音？堂堂大言，竟无人识得此物，真是孤陋寡闻！放肆！蛮夷之物也敢在此宣嚷！皇上息怒，臣下失礼了。这是我国与贵国商议好的新的契约，还请皇上过目用印。外文为何不叫鸿胪寺去翻译？皇上，鸿胪寺今日告病，臣下觉得此乃小事。契约内容与之前上鼎不二，还请皇上改印，好让臣下回去复命。The girl of words who can't ever understand the words。皇上，
使臣如此称颂皇上，赞我大燕国力强盛，不如就允了使臣的请求，盖了这印玺，也好彰显我大国风范。来人，盖印。慢着。贤妃，你怎么来了？臣妾没见过此等场面，一时好奇，便擅自来了，还请皇上恕罪。无碍。有件事，臣妾想问这位使臣大人，你刚才可是说一群蠢货连字都看不懂？什么？居然敢这么说？你说什么？你又不懂胡苦语言。舒云熙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如今怀着身孕，不好好休息，跑到这儿大放厥词，还对使臣无礼，成何体统？皇后娘娘所言极是，且不说贤妃娘娘一介阁中女子，学识有限，这古往今来，后宫不可堪称的道理还不懂吗？皇上，臣妾并无打扰的意思，只是方才听到这位使臣言语侮辱在先，又匆匆的签订契约，恐防有诈。大燕兵力深厚，我等小国本就佩服，两国友好往来多年，要想做手脚，岂会等到今日？云溪，你怀有身孕，不便劳心费力，退下。皇上，退下。差点忘了，我这身份确实没有接触杨温的机会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皇上，方才一点意外，少了您的行程，还未向你介绍国王给你进献的宝贝。此物乃我西洋国乐器之精粹，能扣得万象，奏天地清音。这蛮夷之物，口气不小。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乐器。使臣有心了。皇上，听说贵国能人一时中毒，不知可有人能弹奏一曲，让我见识一下大燕的实力。不就是钢琴嘛，也值得这外国使臣把眼珠子翻到头顶。我小学一个班30个人，20个人学了钢琴。皇上，雪常在自幼被通晓音律，不如让他试试，也好回应使臣一番盛情。回皇后娘娘，臣妾没学过这种东西。皇上看着，快去试试，千万不要丢皇家的脸。臣妾领命。雪常在，不要让皇上和使臣久等。哎呀，这弹的是弹的什么呀？这是！哎呀，这也太难听了，这是。回皇上，请恕臣妾愚昧，还不快下去！看来贵国人才不过如此。皇上，臣妾愿请一试。贤妃，本宫从未听你擅长音律，不要在这儿丢人现眼。既然娘娘未曾听闻，那如何断定臣妾不会？这位娘娘，你也能懂音律，莫不是要和刚才那位娘娘一样乱按一通？本宫还未弹奏，使臣大人如何断定本宫会乱按一通？皇上，请给臣妾一次机会，为我大燕挽回颜面。若不成，臣妾甘愿受罚。准。皇上。他上去干啥？上去不会他吗？装模作样。
他上去干啥呀？他会弹吗？他这都弹的什么呀？这也太难听了，这难听死了，太好笑了。皇上，您瞧，臣妾早就说过他不行，这比血常在弹得更加不堪入耳，这不是把我大言的脸面放在地下踩？怎么会？我明明记得之法，怎么会这样？舒云溪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赶紧退下！这下好了，国非禁师，皇上就不该让他胡闹。舒云溪，皇上，臣妾发誓，臣妾真的会弹，请再给臣妾一次机会。贤妃，退下！舒云溪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原来如此，这钢琴根本没有调音，怪不得这声音那么怪。来人，盖音，朕要与使臣。好听啊，真好听啊，弹得真好啊！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皇后娘娘，她真的会弹啊！此曲只应天上有。贤妃娘娘还真是深藏不露啊！哎呀，真是好啊，好啊！弹得真好啊！好啊！使臣大人，此物名为钢琴，靠敲击琴弦发声。乐器和人一样，要调整到最佳状态，才能发出天籁之音。方才音色不对，是因为它远渡重洋，未经调试，琴弦松弛，音准失调罢了，并非我大言无人能驾驭。你说什么？不过比起乐器是否调试，皇上，臣妾以为这份契约更需要好好调试一番。你什么意思？这契约有问题。皇上，经臣妾侵略一瞟，发现此契约看似公平，实则暗藏陷阱。若真签下，恐损我大言重大利益。这是污蔑！这是污蔑！是否污蔑，皇上自有胜断。大不了请刘公公跑一趟，再请鸿胪寺精通外文的官员仔细审查一番，便知分晓。使臣，你要作何解释？你入京之时便听闻你这妖妃，现在竟有妖言惑众，诋毁我王！大人，你怎么了？大人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是你这个妖妃！我？丁氏，你有妖术，隔空杀害了我们大人。你话本看多了吧？我们大人刚才好好的，就是被你妖言蛊惑，才突然气绝身亡。这贤妃娘娘刚才确实指责了使臣，难道真有什么邪术不成？真是天助我也！贤妃，你竟真的会妖术！皇上众目睽睽，这可做不得假。他们竟然把阿特丽的死怪到我头上，这太荒谬了！朕可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。来人，拖下去，送太医院验尸。皇上，我们大人在贵国被害，若不给我们一个交代，严惩凶手，我王绝不善罢甘休。大言欺人太甚！
我们这就书信回去，回禀王上，联合西域诸国向大燕讨说法。放肆！皇上，使臣猝死殿上，事关重大，恐怕引起邦交动荡啊！为今之计，需安抚使臣随从，查明真相。但贤妃娘娘确实脱不了干系。贤妃，你可有话说？皇上，臣妾绝无加害之心，使臣之死定有蹊跷，或许他本身就有疾。胡说！我们大人身体一向强健，就是你用妖术害了他。哎呀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不是要打仗了吗？这不是。舒云熙，这可是你自己撞上来的，正好借此事让皇上看到外患内忧，兄长的虎符也该物归原主了。皇上，请尽快定夺，若真因此引起战事，国本动摇啊！请皇上以国事为重，请皇上给我们大人一个公道，严惩妖妃。哎呀！这个叫对，要打仗，这个怎么办呢？把所有的罪行都推在舒云熙身上，本宫就可以无罪抽一支，捏死这个小贱人。贤妃，你要不还是认了吧？你眼下承认，皇上或许还会从轻发落你。皇上，臣妾与使臣无冤无仇，何必会杀他？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牙尖嘴利，皇上，您若执意包庇妖妃，那便开战。什么？哎呀，这要打仗啊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哪有什么隔空取命法呀？看他口吐白沫的样子，好像是使臣大人是死是活，不过是你们一面之词。本宫倒是要看看是何等妖术，能让本宫隔空取人性命。路上得靠着我们大人，你定是想毁尸灭迹！让开！果然，瞳孔对光有反应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。舒云熙，你在做什么？你竟敢当众女士！杀了这个妖妃，为大人报仇雪恨！我这是在哪里？大人，你又活了！你们大人的命还真是硬。本宫一拳下去，倒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。还好赌对了，这招叫胸外按压，古人不懂，只会以为是蛮力。你这个妖女对我做了什么？使臣大人这话可冤枉臣妾了。本宫能对你做什么？只不过看你一口气没下去，险些憋死，帮你顺顺气罢了。倒是使臣大人身子骨如此硬朗，为何方才突然气绝身亡？莫不是在契约上做了手脚，心虚过度，自己把自己给吓过去？你别乱说话，我只是不舒服，跟那个契约没关系。哦，突发急症，早不发晚不发，偏偏等本宫指出契约有问题，在皇上细查之时发作，这也太巧了吧！皇上，这位使臣大人入殿时便行迹诡异，先是以奇物钢琴刁难，又是拿满是外文、条款不明的契约催您用印，如今更是上演一出死而复生的离奇戏码，扰乱朝堂，意图蒙混过关，其行可疑，其心可诛，请皇上明察。阿特利，这是朕的大言朝堂，可不是你装神弄鬼、搬弄是非的地方。我们大人身体不适，确有其事，但契约内容都是两国早已商议好的，绝无欺瞒之意。诚心商议，那为何契约条款之中多处关键之处语言不详，甚至暗藏盘剥我大夏利益的陷阱？若非本宫对贵国文字略懂一二，皇上龙目偶有不及，一旦盖下玉玺，
届时损失之重，恐非诚心二字可以弥补。这蛮夷之邦竟敢如此包藏祸心！请皇上严查此事，绝不能让此等奸计得逞，更不能轻饶了这欺君罔上的外国使臣。皇上，二位使臣或许只是一时糊涂，两国建交向来不容易，还请皇上以大局为重。皇后，你是要朕看着朕的江山社稷被人任意欺凌戏耍，还要顾全大局，忍气吞声吗？刘公公，将此契约即刻送往鸿胪寺，令相关官员连夜审查，一旦发现有任何异样，明早报告朕知。另外，命太医院所有当值太医都来给这位使臣大人好好会诊，务必查清楚使臣大人患的是何种疾症，竟能如此恰如其时的发作，又能碰巧被贤妃娘娘一拳救活。大爷皇上息怒，此事皆是我这小过，使臣见识浅薄，必须写，也是闺蜜心窍，还请皇上念在两国昔日交情的份上，从轻发落。鬼迷心窍，朕看你是狼子野心，胆大包天，把他带走。恭喜宿主成功戳破外交骗局，日就垂死使臣，扭转乾坤，打脸全场，获得神秘大礼包+1，完美！老娘商谈重要合作多期，敢在我面前玩文字把戏，这些番邦还嫩了。舒氏云溪上前听风。臣妾在。你于今日邦交之事，质辩番邦使者，为大言挽回颜面，护我邦国利益，此乃大功，朕心甚慰。皆赖皇上天威，臣妾不敢邀功。公是公，朕宣布，贤妃舒氏云溪德才兼备，于今日邦交之事中表现卓越，扬我国威，特赐文渊阁玉佩，可随时进出，参阅典籍。列若再有涉外之事，贤妃可从旁参议，为朕分忧。皇上，此等赏赐过于贵重，臣妾这是后宫独一份的殊荣，又卷上了一个新的层次，爽！朕相信你的才智，大言也需要你，谢恩吧。臣妾叩谢皇恩，定不负皇上厚望。宫外的山水虽好，倒也没有宫里住的舒服。太后能回宫颐养，是宫中之福，臣妾能伴驾左右，亦是万幸。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哀家不在宫里这些时日，这宫中可还太平？想来有皇后娘娘主持，一切安好。娘娘，太后娘娘已经回宫，一同回来的还有赵婕妤。他们终于回来了，本宫的戏台可得给他们搭好。赵婕妤的祖父乃文渊阁元老，他自诩才高，如今舒云熙那个贱人能够自己进入文渊阁，还能参与国事，他岂会甘心？本宫倒要看看赵婕妤这把刀够不够快。这文渊阁的典籍，随便拿出一本，那可都是100万级的藏品。
赵姐姐，你这可算是回来了。之前堂姐还一直跟我夸你，说你博学多才，不愧是我大言第一才女，还让我等好好向您学习学习呢。那是皇后娘娘赏识，我呀，也就是跟着祖父多读了几本书，比你们啊略懂一些学问吧。婕妤姐姐，妹妹听闻那文渊阁可是你祖父所建，藏书众多啊！哎呀，我真的好想进去看一看呀！可是这剑阁里除了婕妤姐姐，就没有其他人能进去。如今啊，皇上把这文渊阁赏赐给了娴妃，我怕是更没机会了。什么？赏给娴妃？嗨，你瞧妹妹这张嘴，婕妤姐姐你才刚回来，可能还不知道呢吧？如今娴妃身怀龙嗣，前几日更是因识得几句洋文，戳穿外臣诡计，使得圣心大悦，皇上便把这文渊阁赏赐给她了。不仅让她随意出入，还许她参与朝政。舒云熙，一个武将的女人，凭她也配跟文字沾边？皇上真是被美色所惑，本宫自幼饱读诗书，精通六艺，我倒要看看这个皇家锦囊有几分珍贵。是，婕妤姐姐说的是，那文渊阁本是您祖父所建，论才学，别说是在这宫中了，就算是放眼整个大研，谁又能及您呢？娴妃，还是连女诫都未曾读全吧？这不正巧了吗？正要说着娴妃呢，她不就来了？娴妃娘娘，请留步。臣妾随太后出宫休养，昨个才归宫，没想到这皇宫竟添了许多新人，没能第一时间去给娴妃娘娘请安，真是失礼。赵婕妤作为老人，常伴太后身侧，孝心可嘉。只是皇上从未跟我提起过你，我也不知需要你请安这点小事。娴妃娘娘真是好福气，得了皇上的青睐，竟能出入文渊阁这种清雅之地。只是这文渊阁是学术圣地，娘娘若是只进去纳凉赏景，怕是辜负了皇上的一片心意。赵婕妤也是皇后的人，第一次见面就对我敌意这么大。赵婕妤多虑了，本宫自知才疏学浅，皇上给了我进出文渊阁的机会，我当然要潜心修习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既如此，那臣妾有个不情之请。听说娴妃娘娘见闻广博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不若3日后借皇后娘娘的赏花宴，你我便以关心为前提，切磋一番。不知娘娘可敢应战？武将的家庭出身，不就仗着肚子里怀着龙种，圣德圣恩吗？那些古籍连我都看不懂，我定让你当众出丑，看你如何有理出入我祖父所建的文渊阁。赵婕妤这提议甚好。女子读书明理，为后宫表率，亦为家事。娴妃，你觉得呢？舒云熙，别以为你戳破使臣诡计，本宫就没法子让你原形毕露了。皇后娘娘，自是雅战，臣妾自当奉陪。那便一言为定。
贤妃娘娘，臣妾准备了一题，想向娘娘讨教。本宫洗耳恭听。臣妾前些天偶然翻看一本古书，上面写着“观星见斗”，其为指东，天下大旱；其为指北，水患连年。不知道这个说法，娘娘您怎么看？娘娘最爱看画本，哪懂这些文绉绉的东西啊？这下可怎么办？星辰运转本就是天地间的自然现象，若是单凭斗柄指向哪里，就简单的跟天灾扯上关系，恐怕不是先贤们真正的意思吧。那依贤妃娘娘高见，该当如何？还好我昨天正好看过这本书，不然还真要被他问住了。所谓夜观星象，并非只是为了算命占卜，而是为了更好的掌握时时，便于耕种。所谓斗柄指向东方，这预示着春天到来，气温回暖，提醒大家早做防旱准备。所谓斗柄指向北方，这说明冬天已经来了，雨雪增多，这要提醒着可能发生水灾的地方。皇上，臣妾斗胆说一句，有君者应当多体察民间疾苦，顺应时事变化，才能有效的防灾减祸，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。贤妃所言深得朕心。观星并非迷信，而是洞察与警示，能将古籍奥义引申至治国之理，实属难得。真是个死读书的蠢货，这才几句话就被舒云熙牵着鼻子走。贤妃娘娘一番见识，臣妾佩服。臣妾还有疑问，不知娘娘以为女子之本分是为何物？女人的本分，本宫认为要看她是什么身份，什么地位。听娘娘的意思，莫非贤妃娘娘认为女子干预朝政、抛头露面，也算是本分吗？今儿铁了心了，要给我扣个不安于世、品级司晨的帽子。赵婕妤此言差矣，做母亲的有方教导孩子，做妻子的贤德打理家务，而我们做臣妾的为皇上分忧，都是女人的本分。好，好，好，女子所学若都如贤妃这般通透，朕便省心了许多。巧言善辩，我还真是小看了你。朕的贤妃不仅有倾城之貌，更有经世之才，实属我大言之福。贤妃今日所言，当为后宫楷模。贤妃妹妹见解独到，令臣妾也深受启发。皇上能得贤妃妹妹这般贤内助，实在是百姓之福。舒云熙，你这张嘴倒是越来越厉害，竟能将歪理说得如此冠冕堂皇，连皇上都被你迷惑了。看来寻常手段是奈你不得了。多谢娘娘谬赞，臣妾只是随便说说罢了。贤妃妹妹如今怀有身孕，身子娇贵，本宫特意买了上好的补品，来给妹妹补补身子。舒云熙，本宫本想去母留子，让你出尔反尔，这孩子便留不得。劳皇后娘娘惦念，臣妾惶恐，快请上座。呈上来。
这可是用多种精致药材精心熬制成补汤，对龙胎大有裨益。妹妹可要趁热服用。这气味，寻常人怕是闻不出来，但这极淡的异香与麝香有些相似。劳皇后娘娘费心了，这补品闻着便知是极好的。梨儿，替我谢过皇后娘娘，仔细收好。是啊，妹妹可要尽快服用，莫要辜负了本宫的一番心意。这样下去，她若怀了胎，一了百了；若不成，赵婕妤与她的恩怨未解，这锅她背定了。无论如何，本宫都是赢家。臣妾遵命，臣妾定不会辜负娘娘厚望。本宫宫中还有事务要处理，不便多留。妹妹好生歇息。恭送皇后娘娘。留步。娘娘，这补品先放着吧，本宫有用。皇上，来。皇上，今日皇后娘娘特意送来补品，说是对龙胎极好。臣妾想着，这等上等的好品，应该与皇上分享这份心情才行。皇后会有这份心？或许是您刚拿回兵权，敲打了他一番，收敛了许多吧。好喝吗？入口甘醇，确实是上等好品。多谢娘娘费。你怎么了？皇上，臣妾多次有些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臣妾的孩子。皇上，娘娘她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诺，哎呦！启禀皇上娘娘，微臣查验了这些补品之中，确实含有少量红花，此物活血化瘀，孕妇忌用，有伤胎之虞。舒云熙，你可真走运了！本宫下了这么重的药，你的孩子竟然还能保住。可惜呀，你真的以为本宫没有后招了吗？皇后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皇上明鉴，臣妾可以对天发誓，绝对没有半分要伤害贤妃妹妹之心。大胆奴才！本宫千叮咛万嘱咐，告诉你要派一个靠谱之人去御膳房盯着补品熬制。你告诉本宫，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纰漏？娘娘息怒，奴婢不该偷懒，应该亲自盯着御膳房的。这定是宫人们粗心大意，才出了差池，亦或是有人暗中陷害娘娘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皇上，贤妃妹妹肚中怀的可是大燕王朝第一个孩子，说到底，生出来之后还要叫臣妾一声皇额娘，臣妾为何要害她？这其中一定有人蓄意谋害，想要诬陷臣妾。陷害我的人不正是你吗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演。启禀皇上，娘娘，奴婢想起一事。前日去御药房取药材时，曾遇到赵婕妤，她行色匆忙，还拉着奴婢问东问西。现在想来，着实可疑。赵婕妤，她去御药房做什么？她问奴婢，
贤妃娘娘近期胎相如何，还问了什么？快说！问了孕妇误食何物会小产。原来皇后早就找好了背锅之人。赵婕妤竟有这般心思，难不成是上次斗文失败，对贤妃妹妹产生了记恨之心，故而行此歹毒之事？来人，带赵婕妤。赵婕妤，你可知罪？臣妾不知，还请皇上明示。太医已经查明，皇后今日送贤妃娘娘的汤中含有不少毒药。陈嬷嬷指认是你进出了御药房，还向她询问贤妃娘娘怀孕一事。在你离开御药房之后，药品就出了问题，你还说你不知？不是臣妾，皇上，臣妾是去过御药房，但那是回宫前水土不服导致身体不适，臣妾只是给自己选取调理的药子，但绝没有碰贤妃娘娘的药品啊。那你是承认你问过陈嬷嬷贤妃娘娘怀孕之事？臣妾询问，是因为看到贤妃娘娘为了保胎，竟如此周到，心生感慨。但臣妾绝没有伤害子嗣之心啊！赵婕妤，你竟如此大胆，行戕害龙嗣之事，实在是歹毒至极，该当何罪？臣妾真的是冤枉的呀！来人！皇上，臣妾觉得此事定有蹊跷。赵婕妤若是当真想害臣妾，多的是法子，为何偏偏选在皇后娘娘送补品时？那岂不是把皇后娘娘给拉下水？如此蠢笨，不是她这个大言才女想出来的。想害臣妾孩子的人，还是另有其人。苏曼曼这一手祸水东引，真狠！无论是我滑胎，还是赵婕妤被罚，她都稳坐钓鱼台，半点不受牵连。另有其人。臣妾记得补品是陈嬷嬷亲自安排人盯着熬制并取走，不知可否传着宫人一问，看中途是否有异样。贤妃妹妹说的不无道理，或许是本宫宫中有哪个奴才手脚不干净，被人利用了，也未可知。陈嬷嬷，去将今日御膳房中熬制补药的宫女喊来。是。苏曼曼这么轻易就松口，一定还有后招。我这个领导可真难搞啊！说，你今日在御药房的药品，从熬制到送到贤妃娘娘手中，中途可有异样？敢有半句谎话，定斩不饶！奴婢不敢欺瞒皇上，这次补药奴婢全程照看，绝无假手于人。只是在熬制过程中，婕妤娘娘宫里的小太监曾来过，说娘娘胃口不好，要讨些补药。奴婢就分神闲聊了一些。这苏曼曼是铁了心了，要把这黑锅甩给赵婕妤。皇上，臣妾宫里的小林子确实去过御药房，但是他只是替臣妾去领取补汤，他绝对不可能。那小太监在你应付他之时，可有其他人靠近过贤妃娘娘的汤药？当时我背对着他，他站在我身后，我也没看到他敢不敢。皇上，臣妾觉得此事已了，无需再查。赵婕妤一再狡辩，拒不承认，那就打到他承认为止。来人，把赵婕妤给本宫带下去。慢着，皇上，臣妾觉得事关皇嗣，不可轻易论断。贤妃妹妹这是说的哪里话？赵婕妤戕害皇嗣，证据确凿，而你却一再阻拦，莫不是今天这一出戏是你故意为之？皇后娘娘，还请慎言。事关皇嗣，确实不能轻易。但皇后娘娘说的也对，证据确凿，此事
还有变数？皇上，今日臣妾服用补品时，发现今日皇后娘娘送来的补品比往日还稀薄些，可当时臣妾并未在意。皇上，奴婢也能证明，今日送来的汤汁比往日送来的稀薄许多。奴婢还以为是炖煮的火候问题。稀薄？用原本的汤料倒掉一些，再加入其他的东西，在分量上确实看不出来什么，但口感、汤色一定有区别。不如把那小太监叫过来，一同对质。皇上饶命！奴才只是奉锦衣娘娘之命去讨补汤。奴才见宫女姐姐忙碌，她那药罐摆在旁边，奴才也是好奇，便去瞧了一眼。但是奴才发誓，奴才并没有碰里面的东西，更没有下毒。你只是看了一眼，那你可发现里面有什么吗？奴才没有看清，就是有一股药味儿。去查赵婕妤宫中所有的例汤以及药渣。是皇上。启禀皇上，微臣查验了赵婕妤今日所用药渣，并无红花成分，但在其寝殿的角落发现了一只几乎燃尽的香炉，那香炉里的香灰有些异常。有何异常？那香灰里除了平常成分，还夹杂着少量的红花粉末。这香炉怎么可能会有红花？人证物证俱在，赵婕妤，你还有何话说？你假借身子不适为由，多次进入御用之区，趁机打探孕妇滑胎之事，更借喝补药之名，派人给贤妃下毒，意图将下毒之事嫁祸给本宫。你竟如此歹毒！用香炉残渣里的红花来定罪，这栽赃陷害的手段也太低级了吧？不是臣妾，皇上，臣妾的香炉许久都未曾使用，一定是有人陷害臣妾。贤妃，你觉得呢？皇上，赵婕妤若当真要下毒，为何自己的香炉里面会有红花粉末？那岂非此地无银300两？再者，御膳房耳目众多，那小太监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精准下毒而不被发现，此事颇有难度啊。贤妃妹妹心地善良，不愿相信人心险恶，但证据确凿，由不得她狡辩。皇后娘娘，并非是臣妾不信，而是这件事疑点颇多。比如，既然宫女一直守着药罐，那为何补品会变得稀薄？只要有疑点，那这件事便不能断定是赵婕妤所为。不是赵婕妤，又是何人？苏曼曼身居后宫多年，那些女人争斗的手段，怕是她敢说第二，无人敢言第一。难道这一次真的无法扭转局势了吗？启禀皇上，方才审问了御膳房今日当值的工人，有一名烧火的小太监招认，说曾在熬制补药期间，看见了皇后娘娘身边的陈嬷嬷在药罐旁停留了片刻。皇上，奴婢冤枉啊！奴婢是奉皇后娘娘旨意前去查看补品熬制的进度，绝无他想。陈嬷嬷，本宫一向信任于你，你为何如此糊涂？本宫何时让你独自一人去过了？你再好好想想，还有没有其他人接近过药物？奴婢想起来了，皇上，皇后娘娘，奴婢带人从御膳房将食盒取出来的时候，转角处碰见了血肠子。是。狗咬狗，一嘴毛，这老刁奴反应还真快。他是皇后最亲近的人，一个奴才没胆子害皇嗣，若是定罪，必然牵连到苏曼曼。此时把苏映雪牵扯进来，看来皇后是要弃车保帅了。血常在，你再仔细想想，陈嬷嬷污蔑主子，
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苏映雪，她去那里干什么？雪常在问奴婢，食盒里面放了什么好东西，这么香。奴婢回了，是贤妃娘娘的补品。她还凑上前闻了闻，趁奴婢不注意打开了盒子，说是关心贤妃娘娘和皇嗣。奴婢当时就提醒了，遇刺之物岂敢随意窥探。他还训斥奴婢。皇上，映雪平日一向莽撞，但本心不坏，许是一时好奇。皇后娘娘，这恐怕不只是好奇吧？妹妹记得，雪常在与臣妾素来不算亲厚。她若是真关心臣妾的话，那为何不亲自来启祥宫看望臣妾呢？偏要在半路偶遇这食盒。传苏映雪。诺。臣妾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、贤妃娘娘。苏映雪，朕问你，你今日可曾遇见陈嬷嬷？看了她手中送去的补药。回皇上，臣妾确实看见了陈嬷嬷，但也只是远远的看着而已。至于查看食盒一事，更是子虚乌有。陈嬷嬷，你为什么要诬陷我呀？奴婢不敢诬陷雪常在，奴婢说的句句属实。你当时还说贤妃娘娘好福气，皇后娘娘也疼爱，你也想沾沾喜气呢。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这样的话？我看你行色匆匆，根本就没有上去跟你打招呼。这个狗奴才为了自保，竟然把事推给映雪。事到如今，为了不牵扯到本宫，本宫也只能牺牲他。映雪，你是我苏家中人，应该知道什么是规矩体统，这什么该碰，什么不该碰，难道还要本宫一句一句来教你不成？为了保全自己，甩锅赵婕妤不成，竟坑起自家人。不过，这倒是逼苏曼曼自断一臂的好法子。你父亲在边关述职，母亲在府中操持，想来很是不易。若是因为你一些不懂事的举动，连累了家人，那可就是大不孝了。堂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她竟然想让我背这个黑锅，还不想死？皇后娘娘，臣妾没有，臣妾敢对天发誓，从来都没有碰过那个食盒。此事事关皇嗣，就算我平日里再瞧不上舒玉溪，也值得轻重呀。那你是说，本宫的贴身嬷嬷会冒着杀头的重罪，来冤枉一个主子吗？我该怎么办？堂姐就是要定我死罪，如果我不认，爹娘他们……映雪，本宫知道你年轻，难免会做出什么出格之事，但做错了事就要认，藏着掖着便是错上加错。要是此刻认罪，皇上还会看在苏家往日的功劳份上从轻发落，但若你抵死不认，那便是欺君之罪，到时候莫说是你，就连你的爹娘……苏映雪，朕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是不是对贤妃下毒，还栽赃陷害赵婕妤？皇上也不会相信我的。在皇上眼里，皇后的话，苏家的颜面，比我一个小小的常在的性命多得多。爹娘，我对不起你们。皇上，臣妾认罪。是臣妾一时糊涂，嫉妒贤妃说怀有子嗣，又得圣宠，便偷偷将红花加入了食盒之中。
还嫁祸给了赵婕妤，还请皇上从轻发落。借刀杀人，嫁祸于人，真是炉火纯青。可怜这苏映雪，到头来也不过是后宫争斗中一枚可以随意丢弃的棋子。映雪，糊涂，你真是糊涂！本宫平日是如何教导于你，你怎么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？你可知毒害皇嗣是何等大罪？臣妾罪该万死。皇上，虽然苏映雪是苏家旁支所出，喊臣妾一声堂姐，但事关皇家血脉和后宫安宁，臣妾恳请皇上千万不要因为她姓苏便有所宽恕，寒了天下人之心。以前还一口一个我们苏家人，现在成了他姓苏，这个苏曼曼，你既已认罪，那朕便好好问你，这红花你从何而来？你又是如何精准的在陈嬷嬷眼皮子底下将这红花投入补品当中？你一个常在，哪来的手段？皇上，雪常在平日里就不是心思缜密之人。要说他能悄无声息地弄到红花，还能躲避陈嬷嬷的耳目，精准下毒，这手法……臣妾嫉妒贤妃娘娘，才一时鬼迷了心窍。自从堂姐将凤印交由贤妃娘娘掌管之后，我便心生怨恨。凭什么她一个寒门之女能骑在我们苏家人的头上？红花确实是我向宫外偷偷采买，趁着陈嬷嬷不注意的时候，偷偷投入食盒中的。苏曼曼，你赢了。用一个庶女的命换自己的清白，还真是划算。苏映雪心肠歹毒，谋害皇嗣，罪无可恕。臣妾认罪。朕念你苏家对社稷有功，留你全尸。来人，将他打入冷宫，赐白绫1条，自行了断。皇后，近来后宫琐事频出，先是贤妃险些滑胎，现在又是苏映雪谋害皇嗣。你是这6宫之主，这些事你应该多多操心，整肃一下后宫宫闱，莫要让这些阿杂事污了朕的耳朵。皇上教训的是，臣妾一定严加管束，定不辜负皇上期待。你起来。多谢皇上。此事你无需过悔。赵婕妤，你受无妄之灾，朕会对你进行例行补偿。谢皇上体恤。贤妃，今日受惊，多加休息。多谢皇上关怀。都下去吧。贤妃妹妹，在这后宫之中，一步踏错，便是万劫不复。你可千万要好自为之，不要走雪常在的路。多谢娘娘提点，只是这宫里风大，娘娘也要小心，莫要为了男人闪了自己的腰才好。本宫的身子就不劳贤妃妹妹费心了。如今妹妹的首要任务是好好养胎，争取早日为皇上诞下一个健康的皇子，那才是你最大的福气。回宫。贤妃娘娘，
今日若非您仗义直言，臣妾恐怕已是百口莫辩，难辞其咎了。赵姐姐言重了，说到底还是皇上圣明，还姐姐一个清白。皇上圣明是一回事，娘娘的恩情是另一回事。以前是臣妾目光短浅，听信小人挑拨，同娘娘多有误会，还望娘娘海涵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在这深宫之中，能多一个说话的人，也是难得。娘娘说的是，今日娘娘救我一命，他日若有效劳之处，臣妾定万死不辞。姐姐客气了。儿臣参见母后。母后凤体安康，乃大颜之福。哀家离宫数月，宫中倒是热闹。贤妃怀有龙裔是喜事，但是后宫女子当以贤良淑德为本，相夫教子是正道。朝堂之事，并非女子过多涉足之地。母后教训的是，儿臣身为皇后，却未能管理好后宫，还导致贤妃。是臣妾失职。这婆媳一唱一和的，是想给我来个下马威啊！太后娘娘，臣妾出入文渊阁，参与国事，皆是皇上圣意，臣妾不敢有半分私心。臣妾所学，若是能为大颜尽绵薄之力，纵有些许非议，亦无碍。母后，贤妃所为，皆有朕的允准。皇帝大了，有自己的主意了，但是祖宗的规矩不能废，后宫安宁，方能国泰民安。皇帝下月便是秋猎，已组织后宫女眷随行。贤妃虽怀有身孕，但去皇家猎场散散心，对胎儿也好。母后说的是。你们都退下吧，朕想与贤妃单独走走。皇上，此处临身，唯恐……无妨，有朕在，退下。是。皇上，这荒郊野岭的，你把其他人都遣走了，不怕臣妾对你图谋不轨？哦，爱妃要如何对朕图谋不轨？皇上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正经了？在爱妃面前，朕何须正经？如果不是你来到朕的身边，朕这天下还在苏家人手中。苏家如今大势已去，朕难得这么轻松。谁？狗皇帝毁我苏家，拿命来！呀！皇上小心！皇上，你受伤了。没事。微臣救驾来迟，请陛下恕罪。大胆苏渊，竟敢弑君！大胆苏渊，竟敢刺杀皇上，还不束手就擒！萧雨天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昏君！我苏家为你打下这天下，你竟如此对我！我死也要拉你做垫背的！冥顽不灵！
爹，你为何会在此处？皇上恕罪，老臣救驾来迟。老臣早就察觉苏渊这个老贼心怀不轨，自他兵权被夺之后，便一直派人暗中监视。近日发现他暗中召集部下，又听闻皇上今日在此修炼，又带了少量随从，便猜测他会在此行刺，故联合了几位老将军，一路暗中尾随护驾。不曾想这逆贼惊了圣驾。回禀皇上，苏渊狼子野心，罪该万死。前些时日，启祥宫的刺客经我等查证，都是苏渊这厮暗中指使。苏家已经谋逆了。好一个苏渊！朕待他苏家不保，他竟屡次三番挑战朕的底线。属下该死，让逆贼有可乘之机，愿皇上降罪。罪臣苏渊犯上谋乱，意图弑君，被朕当场格杀，传朕旨，封锁猎场，将苏渊余孽及其府上众人一并捉拿，务必严加审查。是。皇上，你的伤得赶紧回宫处理。还好你没事。皇后娘娘驾到！皇上，臣妾前来请罪。皇上，臣妾兄长苏渊狼子野心，罪不容诛。臣妾身为苏家女，却未能查清行迹，险些酿成大祸，背弃皇上，实在罪无可恕。但恳请皇上看在苏家列祖列宗曾为大言抛头颅洒热血的份上，饶恕苏家其他人，他们是无辜的。好一个无辜！今日刺杀他，恨不得把朕大卸八块，更是联合旧部暗中养兵。这种行径不是造反是什么？你敢说追随他的那些旧部都是无辜的吗？你们苏家人的手伸得也太长了。太后娘娘驾到！哀家听说苏渊行刺，你受伤了。儿臣不孝，让母后受惊了，只是一些皮外伤，并无大碍。臣妾见过太后。今日为何会带皇帝去这么偏的地方，还支开了侍卫？母后，侍卫是儿臣撤下，与贤妃无关。太后，是臣妾未能保护皇上，臣妾失职，幸亏皇上洪福齐天，只是没想到苏渊竟敢行刺皇上，此等罪责应该严惩。你这是做什么？还不快起来！母后，儿臣有罪，不敢起身。臣妾兄长犯此滔天大罪，臣妾无颜面对皇上，更无颜面对母后。皇帝，苏渊虽罪大恶极，但是苏家毕竟为了大言立下汗马功劳。皇后嫁你多年，纵无功劳也有苦劳。上次启祥宫遇刺，她奋不顾身为你挡箭，哀家都看在眼里。此事想必她也是被蒙在鼓里。太后果然是向着苏满满的，一出事就来当搅屎棍。不过这次苏渊是板上钉钉的谋逆，古往今来，谋逆者便杀全族，他还能怎么绑？蒙在鼓里。苏渊是他一母同胞的兄长，
他暗中集结旧部，意图谋逆，他会毫不知情。皇上明鉴，臣妾虽与兄长是血亲，但自从皇上斥责了兄长之后，他便对臣妾多有怨言，一直怨恨臣妾未能为他费心周旋，所以之后种种从来未与臣妾商量。若是臣妾知情，必会拼死阻止，绝对不会允许他行如此大逆不道之事。皇帝，皇后说的有道理，苏渊跋扈惯了，未必会将所有事情都告知皇后。如今他已伏诛，你又何必要赶尽杀绝呢？会让朝中人心不安。母后，苏渊弑君，犯的是诛九族的大罪，如果不严加惩戒，何以震慑天下？何以慰藉那些险些丧命的将士？皇帝，哀家也是苏家人，你身上更是流了一半苏家的血，难道你也把哀家诛了不成？难怪皇上这么憎恶苏家，这老婆是苏家的，自己妈妈也是，这天下说是姓苏也不为过。为今之计啊，只能……贤妃，皇上，臣妾有些许不适。皇上，臣妾许是受了惊吓，有些心慌。苏家之事牵扯之深，皇上须与太后从长计议，莫要因此事伤了母子情分，也莫要因一时之气伤了龙体啊。云溪这是在提醒我，苏家盘根错节，急于连根拔起，很有可能引起朝廷动荡。还是贤妃够大气。苏渊谋逆，罪大恶极，苏家及其一众涉案人员押入大理寺，严加审讯。至于皇后，皇上，我苏家出如此反臣，臣妾无颜再居中宫，臣妾恳请皇上废除臣妾皇后之位，臣妾愿此生与青灯古佛相伴，为皇上为大言祈福，以赎我苏家之罪。废后，皇帝，皇后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大言的国母，苏家刚刚出了叛逆，你又急着废后，岂不是让天下人看我皇家的笑话？更是让朝廷不稳，人心惶惶，国体威严何在？皇家颜面何在？皇后与太后的宗族同系一支，好一招以退为进。母后所言极是，皇后毕竟是朕亲封的六宫之主，苏渊谋逆，务必严加审查。皇后为朕挡过剑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赏罚应该分开来算。苏渊余孽，严加审查。至于皇后，永进雍华宫，无诏不得出。奴才遵旨。前脚说我封印，现在他又要我当一个有名无实的活死人皇后。萧玉天这一招，比直接废后还要诛心。从今日起，宫中事宜交于贤妃打理，未通皇后。臣妾遵旨。哥哥这个蠢货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娘娘，皇上这次是真的要处置苏家了。本宫还没输，只要本宫还是皇后，只要太后还在，本宫就还有翻身的机会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眼下舒云熙那个贱人还怀着孩子，萧玉天把她当个宝一样，待她生下孩子，本宫就让她知道这个后宫、这个朝堂，甚至这个天下，谁才是真正的主人。舒云熙、萧玉天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本宫失去的会一点一点的都拿回。
妹妹如今代掌凤印，真是好大的威风。姐姐说笑了，妹妹只是奉皇上之命前来探望姐姐。探望？本宫如今这幽华宫可是冷宫，妹妹也不怕沾染晦气。姐姐还是皇后，妹妹理当探视。妹妹当真是贴心，本宫这段时日抄经念佛，一时为妹妹肚子里的孩子积福。皇后娘娘有心了，妹妹感激不尽，一定会多劝劝皇上，让娘娘早日解除禁令。妹妹如今肚子里怀着龙翼，又得皇上恩宠，当真是羡煞旁人。不过这后宫的路还长着，这凤位本宫做的，旁人可未必做得稳。多谢姐姐吉言，妹妹还有公务要处理，就不久留了。娘娘，您交代的事已经办妥了。舒云熙，本宫倒要看看你还能得意多久。舒曼曼如此有恃无恐，难道她还有什么后手不成？贤妃娘娘，请留步。赵婕妤，何事如此慌张？进一步说话。娘娘，您千万要当心皇后。臣妾这几日醒悟，意外发现皇后身边的陈嬷嬷前几日乔装出宫，花重金买通了京城所有的稳婆。什么？不仅如此，臣妾还打听到，皇后私下里一直在秘密联络一些曾经与苏家交好的旧臣，让他们收拢苏家那些逃散的余部。苏曼曼果然贼心不死，买通所有稳婆，私联大臣，她这是要置我于死地。娘娘，你一定要早做防范。多谢赵姐姐及时告知，此事本宫有主意了。娘娘，您千万要当心皇后。我的孩子！娘娘，你又做噩梦了，气色怎么这么差？灵儿，宫中的稳婆，我一个都信不过。那这可怎么办？娘娘，您就快临盆了。不要为父出宫，找个可靠的大夫。娘娘，这个万万不可！皇上知道了不行，皇上为了稳住朝堂，已经很费神了，绝不能让他再分心。你去准备，就说本宫最近忧思过重，胎气不稳，需要静养，任何人都不得打扰。是娘娘。公子，您怎么会在此处出现？朕还没问你呢，你怎么出宫了？臣妾担心宫中稳婆不可信，本次出宫想另找大夫。云溪，你受委屈了。其实朕也想到这件事了。皇上，朕已经为你寻到了一位女神医，医术通神，只是这位女神医脾气有些古怪，朕亲自登门去了3次，都未能请动她。原来她一直在为我奔波。皇上为臣妾费心至此，臣妾万分感激。臣妾愿与皇上一同前去，或许能有机会说服神医。好，立刻备马，即刻启程。
诺。皇上，这位女神医究竟有何怪癖，竟让您三顾茅庐都未能请动？她呀，规矩多得很。一，不依王公贵胄，说他们命太硬，她医不好。这倒是有趣。二嘛，就是不依心术不正之人，说会污了他的眼。这三嘛，不依长得丑的。竟有此等规矩。皇上，您前次去可见了他一面？前2次是他的药童来拒绝了朕。这第3次嘛，朕倒是遇见了，只不过他隔着竹帘对朕说，朕不像懂恋之人，他不依朕。看来这个神医还当真是个奇人。你放心，有朕在，为了你和孩子，朕定会说服他出手。娘娘，这里好安静啊。就是这里了。云溪，这位女神医脾气确实不太好相与。皇上放心，为了孩子，我会尽力的。说了不见客，再敢叨扰，休怪老婆子不客气。神医前辈，晚辈舒云溪今日前来，只因担心腹中胎儿会被奸人所害，万般无奈，才斗胆前来叨扰，恳请神医施以援手。晚辈愿以调香之术相赠，或为神医做牛做马，在所不辞。这神医脾气是有些古怪，就得来点实际的，他总有需要的东西。调香之术，你一个女子竟懂得调香？上钩了。我师父说了，想见他得先过我这3关，否则从哪里来回哪里去。放肆！朕来。小师傅，哪3关？第1关，看，山涧旁长满了各类草药，半个时辰内采回20种无毒且有安胎效用的草药，多一种少一种，或者采错了都算输。好，灵儿在此等候。幸好我当年为了研发纯天然香水，恶补过植物学和基础药理，这些草药倒也难不倒我。看他娇滴滴的模样，没想到他还真认识草药。小师傅，请过目。不多不少，正好20种，均为安胎良药。第1关你过了，多谢小师傅。那第2关是？看到那些药罐了吗？每个药罐里都有一种药材，你需蒙着眼睛，仅凭嗅觉
分辨出每个药罐的名字及其主要药性。蒙眼变药，这如何能做到？小师傅，请走。当归活血补血，调经止痛。白芍养血柔肝，缓中止痛；川穹活血补气，祛风止痛；黄芪补气固表，利尿脱毒；益草益气补中，清热解毒。姑娘博学才识，小女子佩服。这第2关你过了。对于一个调香师而言，这简直是送分题。好说好说，第3关是第3关，师傅根本没有说还有第3关呢。前2关寻常人一般都过不去。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？师傅，哟，这位不是三顾茅庐的贵人吗？怎么今日又来了？这位身怀6甲的，便是你娘子吧？柳神医，在下请求柳神医为我夫人接生，在母子平安后，酬劳随便柳神医开。接生，老身只救该救之人，从不伺候你们这些养尊处优的贵人。不过嘛，念你一片诚心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你把那边的粪桶挑过来，给这片地施肥。施完之后，把地翻一遍。做完这些之后，我再考虑考虑，救还是不救。神医，这可如何使得呀？主子他怎么，贵人连这点诚意都没有吗？连这点事都做不来，何谈救你的娘子？罢了罢了，你们还是走吧，莫要脏了我的地方。等等，我做。嘴上答应谁都会，我可看着呢。相公，这荒地开垦绝非易事，要不……夫人放心，为了你和孩子，我什么都做的。哎呦！主子，让奴才来吧！啊，不用，退下。皇上，晚进之曲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师傅，喝茶。相公，没事，我还能再坚持一下。来，先喝口水吧。光开地有什么用？土地贫瘠，庄稼也活不了。那边是粪堆，把这地好好的施一遍肥。
神医，神医，你可不能这么折辱人呐！折辱？他是当今圣上啊！皇上为了贤妃娘娘，已经做到了这份上了，我就求求您了，别再为难皇上了，奴才给您磕头了。皇上，老婆子我早就知道。你，所以你是故意让朕做这些的？没错，光做这些又算得了什么？开地、浇粪、种菜，这不过是一个寻常的普通农家人为了妻子儿女都会做的事情。你一个95之尊，只是做了普通人做的事情，就觉得自己是惊天动地的牺牲，就能证明你不爱江山，只爱美人？哼，帝王情深不过是天大的笑话。神医，你此言差矣，皇上他……贤妃娘娘，老婆子我倒是听说过，质变藩邦使臣，巧破朝堂困境。据百姓传言，你是大言智囊，果真名不虚传。我柳氏一门世代行医，从不与皇家沾染，自便有了那3条规矩，也从不信什么帝王情深。你一直都在戏耍朕。没错，但我却是可以信一信这位有才智的女子。贤妃娘娘，你之前能破我2道难题，有才智有智慧，如今还有最后一题，你若能答出，我便亲自为你接生，保你母子平安，如何？好。坐吧。这个山谷方圆10里，所有生灵、花鸟鱼虫，生命周期都比外界快了3倍。还请贤妃娘娘给老婆子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生命周期加快3倍，这不合常理，除非有特殊的环境因素。柳神医，您所言都是真的？所有生灵无一例外？我从不妄言，句句属实。你若不信，大可自行取证。系统，用封印神秘奖励兑换环境扫描仪，扫描周围环境数据，分析异常原因。宿主，恭喜你获得成功。扫描结果：山谷内存在高浓度特殊元素，影响生物和细胞的分解数量。同时，空气中含氧量异常偏高，光照的强度和频率与外界也不同。高浓度特殊元素、高氧、特殊光照，这些因素叠加，确实可能加速生命进程。但要如何解释，才能让神医信服呢？神医，本宫觉得这并非是自然现象。哦。本宫猜测，山谷底下或许蕴含着某种奇石，能够散发特殊的气息。再辅以这种特殊的建筑材料，改变了山谷内的光照和空气成分。继续说。这种人为构造的自然环境，极大地改变了生灵的生长和代谢速度。这并非是妖术，而是对自然规律的巧妙运用和极致的营造。你既能看出是人为，还能猜出这其中的原理。本宫只是结合过往所学，再辅以观察。神医这茅屋的材料并非寻常木石，能够更好地汇聚阳光，使得室内的空气更加的清新。呼吸吐纳间，5脏6腑都觉得舒畅。好一个大言贤妃，果然有胆有识。
不仅有入微的观察力，还有过人的才智。这最后一题你过了。啊，太好了，贤妃娘娘太厉害了！贤妃娘娘吉人天下，娘娘生产之日，我便亲自为你接生，保你母子平安。多谢神医。娘娘，用力，用力呀！用力呀！这怎么还没生出来？这都折腾一晚上了，偏偏这时候皇上又感染了中风寒，真是急死咱家了。娘娘放心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。时辰已到，该动手了。本宫只要皇子。至于苏云溪，本宫要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太后娘娘，请不要为难奴才们。您放心，只要你肯乖乖的，奴才们一定不会伤害你。你们这些乱臣贼子，哀家绝对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。太后娘娘，你还是省省力气吧。如今整个皇宫都在皇后的掌控之中，你就是叫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。曼曼，你糊涂啊！哎呀，杀！一个不留！杀！杀！有刺客保护贤妃娘娘！哎呀！娘娘快放松，快了！娘娘快了，我看到头了，血它出来了，用力呀！娘娘小心！皇上，刘公公不是说皇上感冒昏迷了吗？哎，这皇家人果然一个比一个奸诈呀！娘娘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参见皇后。今日召集各部大臣前来，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皇后娘娘，请讲。皇上偶感风寒，高烧不退，长睡不醒。贤妃产下皇子后，更是血崩而亡。正是社稷动荡之时，为了朝堂稳固，本宫决定垂帘听政，辅佐幼主。皇后娘娘，这于理不合吧？这规矩是谁定的？眼下是非常时期，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，有何不可？本宫心意已决，谁若不服，就别怪本宫客气。只要本宫控制住朝堂，再扶持幼主登基，这天下终究还是我苏家。苏曼曼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们，这不可能！你真以为外面那些人能拦得住我？简直是痴人说梦！皇后谋逆，罪不容诛，拿下！不要，不要！参见太后娘娘。太后，贤妃，哀家今日总觉得雍华宫里边不大对劲。皇后虽然禁足，但是陈嬷嬷频繁出入行宫，行迹鬼祟，哀家担心她暗中勾结苏家余孽，图谋不轨。这是与苏家往来的旧名册，以及苏家过去练兵之所，虽然已经废弃了。
但哀家担心那些余党躲在了那里，你务必叫个奴婢早做防范。太后，您这是……哀家虽然姓苏，毕竟是大炎的太后，皇后野心太大，迟早会害了皇帝，害了大炎，哀家不能坐视不理。太后大义，臣妾佩服。臣妾定将这名册交给皇上，与皇上共同筹谋。好孩子，你务必保护好你自己的孩子。哀家相信你，也相信皇帝。娘娘放心，皇上。臣妾害怕，这皇宫上下已经被皇后把控了。臣妾有一计，需要皇上配合。苏曼曼，你机关算尽，却终究逃不过天网恢恢。萧雨天，你和这个贱人为什么没有死？苏曼曼，朕和贤妃故意设计，就是为了等你出来。你自以为掌控了整个皇宫，但殊不知，朕早就知道了你的阴谋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朕故意声称突然恶疾，更是放出谣言，说朕命不久矣。是你太过自信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我才是大炎的主宰，本宫才是大炎的未来。你这个毒妇，谋害皇子，挟持皇后，想谋朝篡位，什么天命所归？地狱才是你的归宿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于西，于西，萧雨天，你也会为一个女人心痛吗？这个毒妇，朕要把你碎尸万段！放开我！舒雨熙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马上就要下来陪我。太医，快上太医！要是云溪有个3长2短，朕要你们所有人都陪葬！皇上，这件美事为皇上导这一刀，是臣妾的福分。傻瓜，朕不许你死，朕不许！萧雨天，这一次你的心里应该完完全全装下我舒云熙了吧？娘娘伤口很深，失血过多，万幸没有伤及要害，微臣先为娘娘止血。警告！宿主生命垂危，宫斗系统最终任务母仪天下即将失败。我在读他萧雨天的真心。云溪，云溪，云溪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苏氏曼曼构陷忠良，谋害皇嗣，更于日前于太和殿行刺，意图谋反，罪不容诛，今赐死，废除其皇后尊号及一切封赏。其母苏氏一族按律严办，余孽尽除，以儆效尤。皇上圣明。贤妃苏氏云溪性姿聪慧，德才兼备，上承天命，下为民心。今特册封为中宫皇后，统领6宫，母仪天下。皇后千岁千岁千岁！皇子逍遥天资翠美，日表英奇，今立为皇太子，正位东宫，钦此。太子千岁千岁千岁！臣妾叩谢皇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恭喜宿主，本宫晋升后宫最高位，宫斗系统任务完成，系统奖励已发放，宿主可以选择留在本世界或回归现代。不了，这里
才是我的战场。从今以后，我将与萧雨天并肩，共同治理着万年江山。